2021年，上海一套房子有人出价2000万，业主没卖，他说再等等，房价还会涨。3年后，这套房子的挂牌价变成1700万，已经连续降价6次，还是没人接盘。短短3年，他不仅少赚了300万，而且连退出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样的故事正在中国很多城市同时发生，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房子卖不掉，而是那些曾经最敢花钱、最敢投资、最敢冒险的人突然安静了，名表不晒了，豪车不开了，聚会少了，投资停了。他们没有消失，但他们好像同时按下了暂停键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过去2年，中国出现了几个看似无关的现象：法拍房数量不断增加，一些曾经一房难求的豪宅开始频繁降价，高端商场的人流明显减少，奢侈品销售增长放缓，企业家越来越少公开发言。如果只看其中一个现象，都能找到单独的解释，但如果这些事情同时发生，他们其实在讲同一个故事。有人正在收缩，而且不是普通人，是曾经站在财富金字塔上层的人。问题来了，这些人真的没钱了吗？未必，很多人依然拥有房产、公司和存款，但他们开始失去另一种东西——信心。浙江温州一家做鞋材出口的工厂，老板老陈干了10几年。2019年，他最担心的问题是订单太多，产能不够。美国客户一次下单80万双鞋，工厂3班倒，仓库几乎天天清空。那时候他买了新车，孩子进了国际学校，还计划再扩一条生产线。然后变化开始出现，先是订单，美国客户把订单从80万双降到30万双，还要求降价。仓库第一次开始积压货物，接着是商铺，以前每个月稳定收租2万多，后来租客开始谈降价。有人直接退租，再后来他投资的一笔理财产品延期兑付，钱没有彻底消失，但也拿不出来。有一天他站在仓库门口，看着堆满货物的货架说，以前最怕订单不够做，现在最怕做了没人买。那一刻他意识到一件事，时代变了，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。把镜头从温州拉远，你会发现类似的变化正在很多行业出现。做房地产的人发现房子越来越难卖，做餐饮的人发现客人越来越精打细算，做外贸的人发现订单正在向其他国家转移，做互联网的人发现增长已经不是唯一目标。过去30年，中国财富增长有一套熟悉的逻辑：买房、扩张、加杠杆、投资，抓住增长。很多人就是这样变富的。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，过去有效的方法正在慢慢失效，于是财富逻辑开始改变。过去大家研究的是怎么赚更多，今天研究的是怎么少亏一点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富人突然变得低调，不是因为他们没钱，而是因为风险变得越来越难判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人不投资了，不消费了，钱去哪儿了？先讲一个现象，深圳一位做电子贸易的老板，去年第一次把大部分利润放进了银行定期。他说，以前最怕错过机会，现在最怕踩到坑。这种心态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，越来越多人把资金从高风险资产转向现金和存款，还有一些资金开始寻找新的出口。有人配置海外资产，有人研究海外身份，有人把家庭资产分散到不同国家。无论选择哪条路，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逻辑，不是追求更高收益，而是追求更高确定性。很多人不是在寻找机会，而是在购买安全感。如果你生活在海外，可能会觉得这些变化离自己很远，其实并不远。如果你在海外拥有房产，资金流向的变化会影响市场需求；如果你在国内还有资产，房地产消费和就业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资产价值。如果你做跨境生意，中国内需变化会反映在订单、回款和利润上。中国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，它的变化不会只停留在中国，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传递到世界各地。3年前，很多人思考的是钱放在哪里涨得最快，今天越来越多人思考的是钱放在哪里最安全。这或许才是中国有钱人集体隐身背后最真实的原因。消失的不是财富，消失的是过去那种对未来理所当然的乐观。而当一个社会开始从追求增长转向追求安全，很多事情都会随之改变。房子、消费、投资，甚至每个人的人生选择。如果你想看懂这些变化背后的逻辑，欢迎订阅，这里不预测未来，只记录变化。